5月1号啊，黄金周的第一天，清华大学在自己的官网上发了一个消息，说哈佛大学原化学系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受聘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的讲席教授。就在同一天啊，严宁所在的深圳医学科学院也聘请查尔斯·利伯当自己研究院的研究员。这个消息一公布啊，就立刻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查尔斯·利伯啊不简单呐！你想想，他是哈佛大学的化学系的系主任，那哈佛大学的化学系的系主任，那是一般人能当的。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查尔斯·利伯啊还得过沃尔夫奖。这沃尔夫奖啊是以色列的一个基金会搞的啊，也被称之为小诺贝尔奖。尤其是这个化学奖啊，在化学界被称之为诺贝尔化学奖的风向标。往往得了沃尔夫奖的这些化学家啊，过几年就能得诺贝尔化学奖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查尔斯·利伯的研究领域也不一般，他是研究这个材料科学的，纳米材料、纳米芯片材料。我这几个词一说，你可能就知道了啊。他被称之为美国的纳米芯片之父。你想这几年啊，中国和美国在芯片领域的竞争那是白热化了。芯片领域啊，也是美国不多的能卡中国脖子的领域啊。那英伟达的什么3纳米的芯片，美国就禁止中国购买。然后呢，中国就拼命的希望能够中国提升这纳米芯片的技术。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这查尔斯·利伯被聘请到清华大学，那是不是给人感觉中国有可能通过这样的科学家突破美国对中国纳米芯片技术的封锁啊？而且这几年啊，这查尔斯·利伯的研究领域啊又变了，他在搞什么呢？他在搞这个脑机接口，就是人的大脑啊跟机器连在一起啊，就跟马斯克搞的那一样啊。就说他现在搞一种材料，就把这东西注射到大脑里，不会引起人的排异反应，但是可以把人大脑里头啊神经元的那些信息都捕捉到，直接传到外面的计算机里。你比如说人身体啊有什么病，他的计算机一看就知道了，马上开始进行治疗。另外，人体啊大脑思考的信息跟外面这个脑机接口里头计算机联网，那可以成倍的提高人大脑的工作效率啊。总而言之啊，这查尔斯·利伯啊是现在国际一线顶呱呱的科学家，受聘到清华大学。那你肯定啊，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个消息。更重要的是，这查尔斯·利伯之所以能够到中国来工作，还跟一段他自己的经历有关。前些年，他因为受聘中国的千人计划，被美国的 FBI 给盯上了。盯上了之后就查来查去啊，一开始怀疑他是间谍，后来没查出间谍，但是最后呢也判了刑。最后啊，他不得不从哈佛大学退休。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最后才辗转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当起了讲席教授。所以他的经历啊，就折射出啊中美这2个国家在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内，也包括人才领域内竞争的白热化的程度。他自己的命运呢，也变成了整个中美科技和人才竞争领域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查尔斯·利伯和中国的故事啊。这查尔斯·利伯啊是出生在1959年啊，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啊就表现出在化学方面的天赋，后来就拿了2个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啊也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1987年他进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进入到了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就组建了一个叫利伯实验室。他呢跟中国的渊源还蛮深的，因为他当时在哈佛大学的利伯实验室啊，那是全球知名啊，可以说是全球研究纳米芯片技术最先进的实验室。所以他在这个实验室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也培养了很多中国的科学家。你比如说清华大学有一个院士叫范守善院士，就曾经在他那做过访问学者啊。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他这实验室啊来了一个科学家，中国的啊，这个科学家叫麦立强。这个科学家最终啊改变了他的命运。这麦立强啊，实际上他自己的背景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啊，他是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啊，当时还是个副教授。他2006年的时候呢，他到美国去做过访问学者。2008年的时候呢，就跑到了哈佛大学利伯实验室，就拜这个查尔斯·利伯为师。他呢是研究材料科学的。你想想，材料科学嘛，跟查尔斯·利伯所搞的这个纳米材料也是比较这个衔接的啊。后来呢，他到了个哈佛大学啊，这个访问学者不到1年的时间，这武汉理工大学就突然挂了一个牌子，就是哈佛大学跟武汉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实验室。
那给人感觉好像是他跟这个查尔斯·蒂博就有某种默契啊。事实上，大家都知道，2008年啊，中国啊当时正推行一个计划，叫做千人计划。这千人计划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啊，当时有人统计说，中国的有很多大学啊，尤其是顶尖大学的学生啊，本科毕业之后就纷纷跑到美国去留学了。这个实际上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源源不断的都是这个趋势啊。但是他们统计了，2002年这一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大概有92%最后留在了美国，并没有回到中国。其实不仅仅2002年，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当时在大学啊，我当时读的化学嘛，我们化学系的同学毕业之后啊，大概有1/3就去了美国，有1/3去了其他国家，只有1/3留在了国内。去到美国的这些同学啊，当时只有一个回到了中国，其他全都留在了美国和加拿大。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到美国留学的这些人不回中国，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国内的科研条件不太行，另外一个也穷嘛。你国内大学老师能拿多少钱？美国大学老师能拿多少钱？差太多了啊！所以呢，在08年的时候，中共那时候就搞了一个战略，就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中国留学到美国学成的这些人呢，来吸引回来，尤其是要吸引那些高精尖的人才。所以中组部那一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说把在海外功成名就的那些科学家，通过在国内建立一个千人计划的方式，把他们吸引到国内来。那吸引到国内来，要给他们一些配套的条件呢。这配套的条件主要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说这个千人计划当时你入选了，回国之后安家费100万人民币，15、16万美金啊，当时很大一笔钱，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如果要是回到国内，根据你自己在海外的这个成就啊，你的这个收入可以免疫，具体拿多少钱跟当地政府去谈，这个钱当然是由中国政府来出了啊。另外一个方面，保证你的科研经费啊，这个科研经费啊，在中国你可以搞研究嘛。更重要的是啊，你比如说这些人，你要是个外国人，在国外已经是美国籍了啊，回到中国给你提供长期签证。你想想，中国的这个长期签证是很难拿的啊，你包括你子女啊，在中国上学一路绿灯。总而言之啊，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措施，吸引在国外那些功成身就的科学家回到中国。但是吸引的这科学家里头，大概分为2部分，一部分就是说的啊，就中国当时当留学出去的，后来加入美国籍，在美国功成身就的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回国报效祖国。另外呢，你不是中国籍也没关系啊，你这顶尖的科学家那更是欢迎啊。当然了，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可能人家在国外都有终身教职了，你就比如说这查尔斯·利伯，人家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那怎么可能到中国长期工作呢？所以这千人计划在合作方式上也非常灵活，分为短期的，分为长期的，就是你直接回来了，在国内就职的，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可以有合作项目，不一定你非得要咱美国的职务辞掉，因为美国的大学啊，大家都知道啊，大学教授他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有的你比如说工作5年6年，就有1年的学术假期。那这1年的学术假期，那中国就会认为你这1年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啊。甚至你比如说寒暑假，你寒暑假时间比较长，有3个月，你这3个月到中国合作也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国的千人计划就体现出啊，就中国政府当时啊，一方面他希望搞这个科教兴国嘛，一方面想跟美国进行人才竞争，吸引人才回来，搞的这么一个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人才回归计划。这个计划为什么叫千人计划呢？就是说一开始是准备搞1000个人回来，但据说后来搞大发了啊，到2017年的时候，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共搞回来7000人。那么当时啊，这武汉理工大学这麦立强呢，就想为这查尔斯·利伯呢申请这个千人计划。后来这个千人计划真就申请成了，在2012年的时候啊，2012年申请成之后呢，麦立强呢就把这个合同啊发给了查尔斯·利伯。后来呢，美国的 FBI 也公布了啊，这合同里头怎么规定的呢？就是说规定给查尔斯·利伯安家费100万人民币，15万8千美元，每个月的薪水是5万美金。这5万美金的薪水可不得了啊！其实美国的大学教授的薪水不是特别高，你就算顶尖的大学教授的薪水，一般来说也没有超过20万美元的。而且你美国你扣掉税之后，就算20万美金，一个月也就是1万美元。
你想想，武汉理工大学给查尔斯开的薪水是5万美金一个月啊，然后规定他1年在这里工作9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他有什么义务呢？就是说你要以武汉理工的名义，在国际上发文章，然后带3到4名研究生，然后指导青年的科学家，然后组建一个实验室，然后呢，用这实验室搞一个叫纳米重点实验室。而且这纳米重点实验室在2013年就挂牌了啊，名字上写的就是哈佛大学武汉理工纳米国家重点实验室。那当时看到这样一个合同之后呢，这查尔斯·利伯就签了。签完之后呢，双方还商量说这钱怎么给呀？他还给那个武汉理工的那个人商量。最后呢，武汉理工的人呢就跟在邮件里头讲，给他提供了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说，你到武汉来，我们把直接现金给你你带回美国去。另外一种呢，就在这个地方工商银行给你开个账号，然后把钱打到你这工商银行的账户里头。这工商银行在美国也有分行你在美国可以直接取。后来这查尔斯·利伯就跟那个武汉理工的人商量，说钱呢一半给他现金，一半呢存到这个工商银行的账户这至此之后呢，这查尔斯·利伯作为中国的千人计划的科学家，就在武汉理工就工作了3年的时间。当然这3年他也没按照那个规定在那工作9个月实际的工作时间还蛮短的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上台之后，2017年他就觉得现在中国开始对美国的这些知识产权呢开始进行偷窃，开始进行掠夺。他不是有个纳瓦格吗？纳瓦格他当时不是有一个什么贸易什么委员会办公室吗？他这个办公室里当时写了一个报告，是什么报告呢？就中国侵略。这中国侵略就指的中国对美国这个经济领域内进行入侵、威胁、偷窃、黑客，然后把美国的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知识产权都搞到中国去了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重视后来在2018年的11月份，美国就搞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叫中国行动计划。这个中国行动计划就是讲，中国现在就利用自己有钱了，开始把美国的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弄到中国去，把涉及到美国的一些军事秘密也包括一些经济秘密知识产权呢都给偷走了。针对这个计划就开始采取措施。这个计划中间尤其针对这个千人计划，他们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的反应都有点慢了。你想想，中国是2008年开始搞千人计划的，美国是2018年才开始搞针对这个千人计划实际上，中国的千人计划到2016年、17年就不怎么提了。为什么不怎么提了？就是因为你大张旗鼓搞这个千人计划，引起了美国的这个注意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国呢有一段时期，你在网上百度这个千人计划已经都被屏蔽了那美国搞了这个中国行动计划之后呢，他就开始盯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去中国搞过合作的，挨个查就查到了这查尔斯·利伯。查到了查尔斯·利伯，这个大概是2018年的12月份当时 FBI 就给哈佛大学写了一封信，就问这查尔斯·利伯到中国去有合作没有？有没有参加过千人计划哈佛大学在2019年1月份就给这个 FBI 回了一封函，说没有这个查尔斯·利伯根本没有这个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结果这 FBI 就怀疑了嘛，因为哈佛大学的这个回函呢是基于查尔斯·利伯自己的陈述。查尔斯·利伯呢在2015年之后中国的千人计划在3年的合同期结束之后，据他自己讲就结束了。但实际上他跟武汉理工还有一些合作，到2017年才算是所有的合作都结束了所以他当时呢就没有跟哈佛大学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给讲清楚，他就隐瞒了他跟中国参加千人计划这么一个过程我猜这查尔斯·利伯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参加千人计划拿了很多钱呢，这钱在美国得报税他肯定是不愿意报。这哥们儿当时肯定是有点贪念，所以就没跟哈佛讲清楚这件事情。哈佛就信以为真呢，就报给了 FBI。这 FBI 呢，他当时也没信哈佛的，就对这个查尔斯·利伯就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间就找着查尔斯·利伯问你有没有参加这千人计划查尔斯·利伯当时就没有讲真话，他就说他没参加。这可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 FBI 就破译了他跟武汉理工之间的所有的邮件，这邮件中间连合同都给扒出来了。
你想想，你合同里都签的你要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那就相当于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人员撒谎，这个在美国是重罪啊。就美国政府问你事情啊，你要是撒谎，这本身就可以判刑判好几年呢。所以后来这美国的司法部就以这个向美国政府的官员撒谎的名义，就把查尔斯·利伯给起诉到法庭了。起诉过程中间，因为又查他邮件，就发现这查尔斯·利伯偷税，就是他2013年、2014年那会儿啊，他那个工商银行的账户的余额有20万美金，不少啊钱啊。关键是他这20万美金呢，他都没向美国啊来申报。大家都知道，美国就规定你在海外有收入，只要这个收入水平啊要大于1万美金，你就得申报。结果这查尔斯·利伯肯定是起了贪念，没申报啊。结果后来就把他这个税务欺诈这个问题也都一块儿去起诉了啊，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之后呢，最后呢查来查去，倒也没查出他有什么间谍行为，也没有什么科学方面的泄密行为啊。但不管怎么说，你是违反了这个有关规定啊。你比如说，他当时啊，在美国啊，他所研究的这个实验室里头啊，很多经费是来自于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个经费啊有1500万美元呢。还有美国的国防部也委托他搞的这个研究啊，这研究呢大概好像有600-700万美金的项目。还有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卫生部也委托他研究的，也有800万美金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里头就规定，你在海外如果要是有类似的研究项目，你得申报，你得要是向这个告知，他没告知。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当时跟武汉理工之间的合作啊，他挂了个牌子，说这个武汉理工跟哈佛大学的一个重点实验室，但其实武汉理工啊是跟他个人合作。那哈佛大学本身并不知情啊，他等于是打着哈佛大学的牌子去跟武汉理工合作，这其实也是违规的啊。但是确实没有查到他涉及到间谍行为，所以最后就是以税务欺诈，也包括呢跟美国政府啊之间没有诚实回答这2个罪名呢，把他起诉了。这个起诉啊是在2021年起诉，最后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宣判了。宣判呢就判处他居家这个监禁6个月，然后呢还有2年啊，就相当于假释，就是你可以出去，但是呢还要接受监督，脚上啊带着那一个什么脚环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2023年的时候，他的学术生涯也断送了，就从哈佛大学呢就正式退休了啊。当然了，就是他背后的这个中国行动计划，当时在美国国内呢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就他当时被起诉的时候，也有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替他说话。为什么呢？就说啊，他其实涉及的问题，你看也没有什么间谍嘛，也没有什么泄密呢，仅仅就是税务问题，仅仅就是一个申报问题。你这个就直接拿这种刑法对付这个科学家，这其实搞得也是有点过分的啊，搞的是个寒蝉效应啊。当然了，其实他这件事情最后还算查出这个税务欺诈了，还有好几个例子最后就没查出来。你比如说啊，当时啊，美国田纳基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胡安明，这胡安明是个中国人，他就后来呢，就到加拿大移民了啊，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后来就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呢，当了一个教授。他研究的好像也是一个什么焊接领域的，很先进，而且呢，美国 NASA 呢也聘请他做研究员啊。那你想想，也是一流的科学家。后来呢，他回到中国啊，那中国北京有个北方工业大学，就请他暑假的时间啊，指导研究生啊，做报告。结果后来有一个 FBI 的这个官员啊，在2018年的时候，那不是中国行动计划吗？他就开始搜，谷歌搜，就搜到了这个胡安明，搜到胡安明这个计划。他因为不懂中文，他用那个谷歌软件一翻译啊，就给人感觉好像这个胡安明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了。于是啊，他就认为这个胡安友是间谍。他当时就跑到了这个田纳西大学，就跟田纳西大学说了一个假话。他说这个胡安明是中国军方的特工，你赶紧把他的资料都给我传过来。那田纳西大学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这个胡安明的各种资料都给了这个 FBI 的特工。这 FBI 的特工后来就对这个胡安明和包括他一个上大学的儿子监控了21个月，将近2年的时间啊。后来也没查到什么内容，最后呢也以没有申报理由呢，就起诉了这个胡安明。结果没想到这个案子在起诉的过程中，让 FBI 有点丢脸了。为什么呢？就起诉的过程中间，后来的庭审，人家的律师就讲，你这个 FBI 的这个
员工啊向田纳西大学讲他是一个中国军方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他其实是在污蔑这个教授啊，他也出示不出来证据嘛，他完全是自己虚构的，就是为了到田纳西大学那个地方拿到胡安民的资料。那这个对于 FBI 就非常不利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其实起诉他没有申报的那个表格呢也很可笑，是校内的一个调查表。关键是这个胡安民呢，他其实在北方工业大学的这个项目呢，属于暑期里的一个临时的项目，在田纳西大学里头属于不需要申报的项目，本身也不违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税务问题。整个在北方工业大学拿的这个报酬只有$2000，也不属于税务欺诈的范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披露出来，说这个 FBI 的这个探员呢，当时还找了这个胡安民，就跟胡安民说，你要不要你给我们当间谍？当时你加入中国的千人计划里头去，然后到那儿去，你看中国政府怎么跟你们打交道，把这个胡安民吓坏了。胡安民拒绝了，拒绝完之后，中国他也不敢回去了啊。就这些经历啊，在法庭讲完之后，陪审团一听啊，这哪是什么间谍案呢？这哪是什么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完全是 FBI 瞎搞啊！所以就判整个这个所谓的起诉胡安民啊不成立。那美国的司法部啊，当时还不服啊，又发起了第2轮起诉啊。有2轮起诉之后啊，美国的司法部全都败诉了。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啊，美国呢有一个大学联盟，有170多个教授啊，就给这个美国政府就写公开信，就希望呼吁美国政府啊就取消这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说这个中国行动计划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啊，你调查的科学家里头有88%全都有中国血统，那你给人感觉好像你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那你涉嫌的种族歧视嘛。在美国这种族歧视不是高压线吗？另外一个就有些正常的学术交往，你非得把它安上一个什么间谍呀、经济案子啊，你最后查来查去，实际上大概有1半的案子跟那都没有关系，最后都是税务问题，都是申报表格漏填的问题，那你给人感觉这好像也是过度执法。后来啊，就这个项目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中国行动计划呢就彻底取消了。但虽然彻底取消了，它确确实实在美国的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寒蝉效应。就我看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这个中国行动计划搞了之后，最后导致啊，就是中国出生的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啊，在2022年之后啊，就回国的比例跟过去相比啊，就提高了75%。就是很多人觉得在美国啊工作不好开展了，你申请一个经费就怀疑你这个中国人是不是间谍呀？你跟中国合作的话，你回家看一个母亲探亲都有可能要审查你。这中间回国的中间有一个特别有名，就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叫邱成桐。这邱成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属于数学界的一个奇才。他呢27岁就当教授了，33岁就得了数学界的菲尔兹奖，而且得了数学界的6项大奖。但是就是他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在哈佛就退休了。他也是哈佛的终身教授呢，就回到了清华大学，也当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席教授。哎呀，我觉得啊，就讲完这个故事啊，我自己感觉啊，就中国跟美国啊，在人才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啊，在过去这些年啊，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早期的时候，你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只要能留学到美国之后，就几乎不会回到中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穷嘛，美国那个时候不但有钱，而且特别开放。但是这些年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中国的科学界现在慢慢开始有钱了。实际上，为什么08年那会儿中国开始发起千人计划，就是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有点钱，但是呢又没有普遍的跟美国竞争的条件下，希望能够给一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一些特殊政策。你像那个时候啊，能回到中国的，还除了千人计划以外，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像长江学者计划，这长江学者计划现在中国也在搞啊。这个大长江学者计划年薪大概是80万到100万人民币，小长江学者计划、青年长江学者计划也能拿到50-60万，而且他们这些学者啊，基本都是工资面议。那么这个收入水平啊，跟美国的一线大学的这个老师的收入水平啊，已经相差无几了，应该说是差不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国这些年慢慢的有钱了，有钱了之后啊，就导致这些科学家从美国开始向中国回流。
那你想想，早年啊，中国的这些顶尖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到了美国之后，学成之后留在美国，相当于中国的这些学生，美国获得了红利，相当于中国的大学把这些学生培养到了本科毕业，到了美国就读了一个博士之后就留在美国了嘛。那现在当美国的这些科学家功成身就之后，又到了中国之后，那相当于又把美国的这些大脑又带到了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美两国啊，在人才竞争领域内啊，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上涨了之后啊，开始进入到了白热化。中国通过千人计划，通过万人计划，通过启明计划，通过长江学者计划等等这些计划，吸引这些人到中国去。而美国呢，害怕了，就通过这个中国行动计划阻止这些人到中国去工作。我自己的感觉啊，其实美国啊，对于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警惕，那确实是必要的。你比如说你在 NASA 工作，为美国的军方搞科研，你同时到中国去搞千人计划，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肯定必须得有回避制度。但是这个呢，你肯定应该事先把它搞清楚，你不能随随便便的，事后你查不清楚之后再搞一个税务的问题给人安上去。你应该一开始就搞清楚。你比如说你给美国军方做研究，你就不能在中国去了。你想中国研究歼20的人能到美国去搞访问学者计划，肯定是不行。你反过头来，你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方研究计划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去，你就算是你不直接泄密，那大脑里头想的事情你说得清楚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必须得有相关的规定，但同时这东西也不能搞过。你搞过了之后啊，最后搞成了一个寒蝉效应。最后你想想，这个所谓的查尔斯利伯，最后呢？当时司法部啊判了这个查尔斯利伯之后，说这是对中国知识产权窃取过程中间一个胜利。胜利的结果是什么？胜利的结果是这个查尔斯利伯最后跑到中国的清华大学去工作去了。那你觉得这是中国的胜利还是美国的胜利啊？我怎么感觉这个结果最后啊对美国不太有利啊？你这个最终的胜利的结果啊，应该是让更多的科学家愿意留在美国去工作，而不是把这个科学家都赶到中国去工作。如果你最后的结果，查尔斯利伯这样的科学家都赶到了清华大学当讲席教授，那你这个所谓的胜利，最后真的是对美国有利吗？所以啊，就这里头啊，当中国的科技实力，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实力成长之后，美国要跟中国进行人才竞争，其实它需要改变自己的竞争策略。你不能用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方式，简单粗暴的对中国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政策竞争。如果那样的话啊，那我个人觉得，那中国跟美国的人才竞争方面，那美国啊很有可能将来会出更大的问题。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